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伟。来，画面上看到这个就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啦。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最新上市的干员年度旗舰大作干14 Make Live。好，它第一批出货就是 UV 版哦，现在已经不是 UV 就不能出了，是不是？不过好像听说有消息是也会有雾面版，只是它第一批就是先给你 UV 版哈。OK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观察一下外盒。好，维持了干员一贯的高质感的外盒哦，但是它又感觉好像又更，你看有没有？它多了一个这个拉条。看到这个拉条，其实这个来像这个来点胜12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样子，也是有一个抽屉有没有？然后拉条把它拉出来这样子哈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很重哦，或者是这个玉心12节也是一样哈，也是有个拉条哈，这个概念是今年流行的是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干14呢有了一个这个拉条哈，就不用像之前的盖子那么很密合、很气密，然后就拉不开了。好，来，当哦，所以因为很多人把干员的上盖拿来当罩杯，就是练习方块还是什么比赛的时候，正式比赛当然不会啦，就是会拿来练习的时候当罩杯用。我不知道他这样子开这个方向是不是为了这样，因为以往是横向的嘛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其实这个还比较像是国外比赛这样的罩杯，因为它很深嘛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干员小卡，哦，号码好多哦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00多万号，来看到2个物件了哈，一个是方块的内核，方块内核长得比较高了哈，有点像太空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来它的配件盒，好，按照惯例先看配件，这个是。两边都有一个6角的，可能是用来调内6角孔吗？不太像。这边也有，我觉得这个我就看得出来，应该就是用来调整那个磁铁盘还是什么弹簧盘外面那个按住然后转，看起来就像哦。好，这个干员的调整器一直都是他们的设计重点哈。好，来调试说明书哦。之前有这个东西吗？它上面还用喷墨喷了生产批次NS 23080901 82323就是2023嘛，8月，然后0901，可是还没9月啊，8月的第901号批次嘛。好 ，OK， 他们的干员的解法，哇，好像跟我之前看到的又不太一样的。它又改版了，好啦，我懂好不好？你们专业，你们厉害。好 ，F2L、PLOL 全部都在上面了哈。它告诉你这个油怎么滴哈，这样子滴，这样子滴。好，要滴他们家的1号油、3号油。好，没兴趣。因为他们的油真的是偏黏哦。好，来说明书可以留着。好，一个湛蓝色袋子哈。好，他们的 APP 的小卡 APP 魔方星球是吧？好，来背面，好，它的外盒内核长这个样子哦。我请出了我们干11哈，干11的盒子长这样，有没有？我还拍了一个小短片，好，这是干11的。好，来干12的。改了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感觉哈，是透明的，有没有？透明的也好看呐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卡住的。好，这是干12的盒子。好，来干13的盒子，有没有？13盒子都这样。然后这边是磁铁片哈，这样子 ，OK。好，干14的盒子有没有？来比较一下，比干13再高一点点哈，感觉下面好像是个抽屉这样，好，很好。他把那个工具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磁铁棒好，它还是采用磁铁棒的设计就是让你可以
更换脚块的那一根磁铁，好，三角形的，然后8根，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换 SIM 卡的啊，不是啦，好，它这样子没有卡很紧诶，其实这个没有卡很紧，所以你打开的时候小心它会掉，绝对会掉。我已经可以预见有人因为打开盖子，然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喷到什么公车的座椅什么挖哥的，然后要跟我们要这个东西。它这样设计的，这个其实有点松，这样子就开了。好，打开，然后这边的那个脚池柱跟这个底盘有点松，所以各位开的时候要小心了哈。你有要换你再开，没有要换的话就盖着收好，好不？那奇怪怎么？这样哦，它是这边卡榫在这里，所以要从这边开。好 ，OK， 好，知道了，压这个啦，这个 logo 压下去。好，14真面目出现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请出13吼，做点比较啦。13的风评真的很好，13的风评真的口碑什么评价都很好，所以我们先来用13跟它做比较。来，14的重量是70.8克，干13也是 UV 版，71.8哦，整差1公克刚刚好，所以从重量来看是没有不同，大小看起来也一样，反正就是干356，这个已经精准到我才是有点懒得拿来量，所以我不太会担心他们的尺寸的问题。哦，来干13哈，虽然我自己老实讲我没有很常去磨合润滑这一颗啦，就是偶尔想到会拿出来转一转这样的。不过其实也已经，因为它已经在我的桌上已经放了1年了，对啊，差不多啦，这个磨合的应该还算 OK 了。然后新的呢，就觉得比较松滑，很松很滑，很松很滑，我没有调过哦。好，它的轴齿作用范围也是蛮变态的哈，很松啊。就是它出厂，你看有没有？它出厂的弹力，就是这个压着的那个弹力设定的很松哎，你看这么松，这样好吗？我这个没有什么，我记得我的13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去调它，就没有松的感觉，没有松的感觉，是滑但没有松。这个是又松又滑，又松又滑。好，这是我第一印象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容错怎么样好了。好，延续了这个松滑的感觉，它的容错一样给人的感觉就是松松滑滑，甚至有点到垮垮的哈，就是它太松了，它太松了，这样它形变大吗？哦，超松的耶！来13，不会，13不会，13是比较紧实的感觉。不是说它紧实，而是相对紧实，它比14紧实多了。14好松滑，好松哦。我是不好意思讲松垮了，那真的是好松好。这不会有很大形，这不会有很大形变吗？好，我实际解个1-2把看看了，好不好？奇怪，它橘色这么亮吗？真的耶。这其实真的是偏松垮我老实讲是这样耶。好，它的逆容错表现也是非常好，因为它的轴齿其实超有感的。可是我觉得还是磁力也蛮弱的，磁力真的是蛮弱的。来13的轴齿也很有感觉，可是13它毕竟比较黏一点，它没有那么松，它没有那么形变大的感觉，所以它的轴齿的感觉就是我会感觉到有力道，但是它不会归位，我必须还是要用手去把它推到定位这样子。但其实这样子是比较稳定的，我说实在那这个可能没有润滑吧，或许它要润滑开、磨合开。变黏一点之后，可能才会是比较好的手感。如果以刚拆封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一颗偏松垮，然后，因为它的容错正逆容错范围，它没有所谓的卡死的那个角度啊。我
我这么讲就是说，它只要大角度再大一点，就会变成另一面的逆容错。哦，它的正容错角度大一点，就变另一面的逆容错。所以它没有所谓会压住卡死的角度，因为它一定会动，它一定动，只是它会动到你不要的那个面，因为角度太大，我们习惯那个干点的超大正逆容错之后，就有可能会这样，就是常讲的手法被惯坏了。我这好松垮，这我觉得我必须要加一点黏黏的油。哇，来看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转动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的细小零件，因为它号称有1200多种组合变化，就是它可以调的东西很多嘛，所以我感觉它的很多，就是里面好像很多细细的东西在微微的碰撞，不是很大，那也不像是毛边的感觉，因为它转起来很柔滑，是没有毛边的，就是它很多的很轻薄细小的零件在震动，这样子可以从指尖去感受得到。那这个13就还好，13就蛮稳定的，就是转起来虽然也是轻，可是它没有那么多，感觉它不会那么空洞。这个的话，就是觉得好像有很多很轻的、很薄的东西在盒子里面轻轻的碰撞这样子，因为你要转得很快的话，不过倒还不至于是像磁铁在那个磁铁厂里面乱动这样子，磁铁没有磁铁的声音。这个我觉得手法差一点的人不太适合，这应该是要给手法好一点的，像无尾这个手法就很烂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有点 hold 不住啊。好，再转一把。它橘色好亮啊！哦哟，我刚刚就这样子就过头了。绝对需要粘一点的油，这个太松了，然后磁力又超级明显了，有没有？过了一半就过去了，有没有？过了一半就自己吸回去了，有没有？我手没有动哦，我的手就是到这边它自己吸回去了，每一面都是哦，所以这个就还好，就是偏黏之后比较好控制它的转动啦。我们不是说自动归位不好，而是如果你手指没有去习惯它要归位的那个力道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像我这样子，刚刚那几下就很容易拨过头这样子。好啦，第一个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好，里面的话好，我看到边块也可以拨动那个磁铁的位置哈，有没有？很明显，因为它的闭壳已经薄到都透得过去了，所以刚刚那个SIM卡针就是凸这里凸着，然后去拨动它的这个其实小螺丝起子就可以做到了，就可以把它拨动，有没有这样子？然后磁铁的位置看起来有3段，好，边块呢是两边都要调的哈，边块两边都要调，角块我相信就是拨一个就好了，就是往左往右拨这样子。没有它只能够往左拨。它不能回来嘛？对，它不能回来。角块的磁铁只能够往左边拨好，上面都有刻度有数字啊。有兴趣的话，好好的研究一下你的这一份调试说明书上面都应该会很清楚告诉你。我们今天开箱不太会讲太多这个，有兴趣买这个的应该自己可以研究一下。好啦，以往在干13以前干11、12、13，大家要问的就是轴距、边齿或是角齿这样子。那现在是轴距，然后弹力，然后边齿、角齿，就是角轴齿一起调，4个参数要调。3个参数新手都招架不住了，现在是4个参数，这个我还是要强调，干13、14这样子的方块不适合新手。如果你觉得你很想要尝试的话，我会建议从比较简单的，像干11M 啊、11L 是没有磁铁的，就是那种或是356M 那样子的比较中阶的方块去入手。你如果没有玩过那些方块，我真的建议不要直接跳到最顶级的旗舰。我们不是说只买一颗然后就要买最好，这个
这个想法在方块这边不太适用，因为我遇到太多玩家在问我们怎么调才会好转，谁知道你想要怎么调才会好转？每个人的手感喜好都不会一样，好不好？那当然，我这边还是可以这个给个建议啦，你就是先定好你的轴距，轴距呢，它能够影响的东西就是拉开的这个范围，轴距越大哈，就是拉得越开，它的这个就越开，表示它的容错就会越大哈，容错就会这个角度就会越大，这是第一个轴距。第二个再来调它的弹力，弹力怎么看？就是转动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阻力，你转动1层或是2层。你在波动的时候，你感受到的阻力，如果这个弹力你把它调得越紧，如果这个弹力你把它调得越紧的话，那你在转动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阻力就越大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轴距就是拉开的距离，弹力就是转动的阻力，好，最后你再去调整你要的磁力，磁力就是吸住点，吸住那个点，你感受到的磁吸的力道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那但是到了干14又多了一个，就是它把边齿跟角齿都同时可以做调整哦。以往是只有一个可以调，现在是2个都可以调。好啦，那你要抓的弹力的磁力的感觉又更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调边角齿呢，调边齿呢，就是你这个点在这个点，就只有这个点上吸住的那个力道，或者是你要离开这个点的阻力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点吸得越紧的话，那你方块到这边就会定住，就不会跑掉。好，然后轴齿就是角块的这个角齿哈，角块的这个位置，这个磁力调得越强的话，就是它到这边吸回去的那个力道就会越强，不是吸到这个点哦，是在轴齿作用范围内被吸回定点的那个力道。哦，好像在上什么数学课还是什么工艺课是吧？好不好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这个对于调整的比较简单的心法了，好不好？那至于怎么调哈，或是怎么，我们之后再找个时间来拍啦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个工具大概有点概念的，都应该可以摸得出来是怎么做的啦。好，那我说，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经验，我是建议你先从比较入门的，也不见得是要干圆的，就是比较入门的、比较普通的方块，先去熟悉一下，说这个方块调整的一些初步的概念。你再来玩这一颗，你会比较好上手，也比较不会不知所措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以上就是干14，我差点成11，干14 Maglab 的这个第一印象开箱啦。我相信我应该还会再多拍个1-2部来讲解这一颗方块的可能结构、可能调整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还想看的话，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无尾啊。如果都没有人留言的话，那我们就来拍别的方块啦。OK， 我是无尾，我们就下次见啦。好了，希望大家都 Happy Cubing 哈，玩得开心就好，不要想太多，也不要被别人说什么你就牵着你的鼻子走，就被影响，这样也不好玩，好不好？自己开心最重要哈，也不见得一定要买哪颗方块，买不到就难过，没有，你觉得你手上的这个方块很满意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我是无尾，拜拜。